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横天虎，自然界女虎哥。大家都知道哈，前一段时间进村的野生东北虎被林草局取名完达山1号，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了。但是呢，很多网友，特别是虎迷，对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满意，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内。当时乍一听，还以为是东北网红开直播卖酸奶呢。当然了，不满意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专家没有征求咱们的意见，而是这个名字吧，真不像个名字，而是像个名号或职称，编制范儿。对，编制范儿，和看过大量专业纪录片的虎迷们心目中的那些网红虎有差距，拟人化程度不够，也就是说，不像个人的名字。因为只有老虎的名字像个人，才更容易打动虎迷们的心，形象深化在咱们的心里，更能产生热爱野生动物的积极意义。当然，咱们目前爱给这些重要的保护动物按地名或寓意来取名，还是没能跳出以人为中心，眼中把它们当成一个玩意儿对待的框框。像大熊猫有团团、圆圆、平平、安安，野生老虎这算是第2次取名，上一次是太平钩子1号，没有钩子，是太平1号，就是房价嘎嘎低的鹤岗那边的自然保护区，太平沟自然保护区里面第1只安家的野生东北虎。那么咱们就先看一下国外是怎么给老虎取名的。先说一下离咱们最近的俄罗斯，鲍里斯、雷霆这2只虎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，其中雷霆就是沙熊事件的主角。可是不对呀，这2只不是刚才说的太平沟自然保护区的虎吗？还是一对父子，是咱们太平沟的虎不假，但他们是去年才从黑龙江对岸游过来的。咱们这边和俄罗斯那边观测部门一对照，知道他们一个叫鲍里斯，一个叫雷霆，要不然啊，太平2号、3号都给他们准备好了。然后再看韩国那边，虎飞、16强这2个名字应该在虎迷心中如雷贯耳吧，而且他们的名字还不是音译，韩方给他们配的汉字名字就直接是这么写的，读起来和中文也类似，大约是这么个感觉。虎粉、16强，他们是属于圈养虎，但社交行为丰富，所以演绎的故事比一般野生虎更有意思。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作品《虎王日记》系列，当然里边的雌虎小凤这个名字确实是我瞎取的，目的是和16强大强子搭配一下子。再看印度那边，有扎基尔、马奇里、玛雅、马卡苏，反正全是人名。这几只故事最丰富的应该是马奇里，就是杀鳄鱼的那个，算是自然界最凶的母老虎。它作为野生虎，虎生大半的时间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一个废弃的古堡里，而且一生都被专业纪录片团队观测到。而现在当红的是玛雅、马卡苏这对夫妻，他们2口子的影像虎迷们应该也看过。咋区分带娃成功打死1只黑熊并吓跑另1只的是母虎玛雅，而单独去捕杀黑熊，结果被黑熊反击追赶到臭水坑的就是老公马卡苏。带娃去追踪白只野牛并勇敢出击的是老婆玛雅，而去池塘边喝水被野牛赶跑没喝上的是老公马卡苏。不过雄虎马卡苏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战其他雄虎方面。怎么样？有了这些名字，再看他们的故事，是不是生动了很多？所以我决定给完达山1号这个名字简化一下子，就叫打仔吧。虎迷们也可以讨论一下。还有咱们西安那边有一对火遍海外的雄虎和雄狮，还没有名字呢。为了防止他们将来被取名西西、安安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我想了2个名字，雄狮叫黑怕，雄虎叫大壮，大家伙看咋样？我都押上韵了，这不是为了押韵取的，是我经过彻夜反复、深思熟虑，便于他们名趣流传出去。
那么咱们说好了，关于这个新出道的网红虎，咱们以后就按打仔说事儿。我知道很多虎迷对打仔的关注是持续的，对他未来的戏路也是有所期待的。比如说，期待他能和虎园几百只母老虎演绎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，又或者和那些雄虎老爷们之间碰撞出一场王者争霸。但是我向虎园打听了一下消息后，发现这都是不现实的。打仔在隔离期间遵循的一个重要宗旨是，不让他见到人以及闻到人的气味，也不让他接触其他虎。也就是说，打仔现在还以为自己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山洞呢。他被释放山林的时间大概率也会被提前，这就更难和母虎们产生那么一面之缘。哎呀，45天，按照人虎寿命比，这相当于大半年呢。提前释放是好事儿，最好带个定位项圈，别太大了，像小学生手腕上戴的那种就行。虎迷们硬是想看打仔和虎群交流的话，我只能帮大家模拟一下子剧情。这个剧情是这样式儿的：打仔刚进入散放区，立马就被群虎给包围了，大家都盯着他瞅啊，伸手乱摸啊，仿佛在说哪里来的小破孩，报上名来。可打仔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心里害怕极了，先下手为强，对围观者出手。可虎多势众，愣是出不了招，只得蹑手蹑脚地钻到墙角。可老虎们紧追不放，就是稀罕他这种形象。我估摸着最前排应该是母老虎，有的都趴在他面前准备谈心，认识一下子有这么难吗？好了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，喜欢的话一键几连3连。